2026年6月22日，莫斯科的天空炸裂了，泽连斯基给普京送来了夏日大礼包。报道称，整整301架无人机像蝗虫过境一样席卷了俄罗斯领空，莫斯科那4座平时牛逼哄哄的国际机场全部停摆，被迫关闭。而在2天前，莫斯科东南部距离克里姆林宫近10英里的卡波特尼亚炼油厂，也刚在近1000架乌军无人机的饱和轰炸下爆发出吞噬天际的连环火球，这就是乌克兰力量。期间，俄罗斯国防部虽然在犄角高喊我们在全境击落了全部来袭无人机，但掩盖不住的是莫斯科环城公路上无数司机通过手机上传至 X 平台的那遮天蔽日的黑色浓烟。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深夜发表极度震撼的圣战宣言，他说道，如果乌克兰在燃烧，那么你们的莫斯科也会燃烧，这是完全正当的报复。更让人倒吸一口凉气的是，乌军的打击触角已经超越所有人的想象，他们甚至飞越了整整2000公里，一头撞进西伯利亚秋明州，把俄军最现代化的原油核心设施炸成了废墟。看到这里，我相信所有居民脑海中一定会蹦出一个巨大的问号：4年前那个只能靠北约援助在战壕里瑟瑟发抖的乌克兰，到底凭什么在今天能用无人机把世界第2俄罗斯的战略后方炸成一片火海？乌克兰的无人机究竟厉害在哪里？今天我就为你层层剥开这场正在彻底改写人类战争规则的智化革命。在很多人的传统军事观念里，要摧毁一辆价值数百万美元、披挂重甲的俄军 T90M 坦克，你得动用高大上的精密武器，比如美制的标枪，但一枚就要20万美元。而对乌克兰人来说，对不起，时代变了。现在乌军最拿手的是高频海量的 FPU 无人机，他们直接在市面上采购只要几百美元的民用多旋翼无人机零部件，在地下掩体或者厨房作坊里，用胶带粗暴地绑上一枚便宜的苏制 RKG3 反坦克手榴弹，或者直接糊上塑料炸药。一架总造价只要500美元的小家伙，在熟练飞手的操控下，可以像长了眼睛一样精准死磕坦克最脆弱的顶部、发动机舱或者弹药舱。砰的一声，几百万美元的钢铁巨兽瞬间化为零件，这就是极端的不对称打击。根据乌克兰官方以及多国智库的最新统计，前线俄军有整整 60% 的重型装备损失，都是这群几百美元的 FPU 无人机造成的。而这仅仅只是开始。当初为了掐断乌军的无人机天网，俄军在前线部署了极其恐怖、功率全开的电子战系统，比如大名鼎鼎的克拉苏哈。强烈的电磁干扰如同无形的洪流，疯狂切断无线电信号跟 GPS 导航台。在战争最惨烈的时候，乌军每个月要损失高达1万架各式小型无人机，无数无人机瞬间沦为断线的风筝，变成战场的瞎子。换做一般的国家可能早就认命了，但乌克兰却硬生生在炮火中把自己逼成了一个战场硅谷。乌克兰的本地科技初创公司如维里 Autovian 直接把计算机视觉和 AI 算法硬生生植入了那颗不到50美元的民用无人机芯片里，这就催生了乌军目前最无解的杀招 AI 末端制导技术。像乌克兰自主研发的 TFL1 系统，模块单价只要50到100美元，但在战场上，乌军飞手只需操作无人机在1到2公里外用摄像头死死锁定目标，接下来的400到500米 AI 便会瞬间接管控制权。此时，就算俄军的电子战系统把方圆10里的无线电和 GPS 全炸成盲区，信号完全断线，无人机体内的 AI 也会依靠机载视觉认路，死死盯住那辆坦克，一头撞上去。甚至像美制 Skyno 的 S 模块，直接让这种断线攻击的精准命中率飙升到了恐怖的 90%。更有甚者，乌军相关方面的战略技术迭代速度简直快到让人头皮发麻。他们的侦察无人机甚至可以自动在6个无线电频段之间闪转腾挪，同时读取美国 GPS、欧洲伽利略、中国北斗和俄罗斯格罗纳斯4种卫星信号，通过防欺骗算法跟机载传感器对齐。那如果卫星信号全部被盖台怎么办？很简单， AI 会直接通过摄像头识别地面的十字路口、河流、建筑物等地标，进行全自主的盲飞导航。同时，为了彻底免疫电子干扰，乌克兰人甚至搞出了让人瞠目结舌的脑洞大法，即在无人机后面拖一根长达数公里的光纤线。这种光纤 FPU 无人机在飞行中完全不发射无线电波，任何电子战系统对它来说就是个摆设。它回传的画面极度清晰，毫无雪花点，因为延迟极低，画质极高，飞手甚至能操纵它贴着地面2至3米低空滑行，看清敌方战壕车里坐着的是士兵还是稻草人诱饵，实现精准点杀。不仅如此，乌克兰私营军工还将2000度以上的高温金属铝热剂装在无人机上，化身龙式无人机，在树林上方低空掠过，拉出一道长达数百米的烈焰火海，
不仅能瞬间烧毁藏在密林里的俄军重型重炮，还能把植被烧个精光，让敌方阵地彻底裸奔，在心理上给对手造成灭顶之灾。传统的军工武器从研发、试验、审批到量产，在欧美大国可能需要几年甚至10几年的官僚流程，而在乌克兰，前线程序员今天刚开发出一个 AI 图像识别系统，15秒内就能通过网络传遍全屋的民间作坊，产品每2周就会完成一次实战升级。2022年初，乌克兰全年的无人机产量不过几千架，2024年暴涨到220万架，而到了2026年，乌克兰国防工业的实际年产能已经具备了惊人的1000万架规模。这是什么概念？处于战争深渊的乌克兰，小型无人机产量是美国全年的40倍以上。这种全民参与、高弹性、去中心化，2个星期就升级一次的智能化风区模式，彻底把俄罗斯的钢铁洪流变成了前线走不通的活靶子。但是这仅仅是战术层面的战壕猎杀，乌克兰无人机真正让克里姆林宫高层彻夜难眠的是，他们已经跳出了战壕，演变成为了对俄罗斯国家安全、经济命脉进行致命绞杀的战略级轰炸力量。而说到战略轰炸，就不得不提乌军手中那些火力拉满、专挑俄军大动脉、精准爆破的长城大杀器，以及一套由美国科技巨头暗中递到乌军手中的 AI 终极指挥大脑。当然，在揭秘这个大脑之前，我们先来看看乌军手里到底有哪些把莫斯科电成火海的超级无人机。在乌克兰的无人机大军中，永远将烈火与毁灭放在第一位的绝对主力，当属大名鼎鼎的凶猛型长城自杀式无人机。这款无人机外形呈现长条香肠状，尾部配备了强劲的推进螺旋桨，它采用了低成本、易组装的低可侦测性复合材料，让俄军的雷达极难捕捉。更恐怖的是，它的航程普遍突破了1000公里以上。它体内装载的是军用级加密芯片、抗干扰 GPS 模块和超大容量的烈性高爆弹药。在6月18日和22日，针对莫斯科的超级空袭中，就是凶猛型充当了重炮先锋，以每小时上百公里的时速，在深夜低空突防，精准撞向卡特波尼亚炼油厂的原油加工核心机组。那巨大的爆炸威力和恐怖的摧毁力，直接掀翻了储油槽的钢筋顶盖，让大莫斯科地区近40%的燃油供应瞬间瘫痪。而与它并肩作战的，则是具有极佳抗电子干扰能力和大弹药承载的梭子鱼长城无人机，专门负责在凶猛型撕开的防空防线缺口上进行2次连环殉爆。当然，乌克兰对火力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泽连斯基曾在20日深夜证实，乌军已经正式将射程高达3000公里的全新一代国产长城无人机投入实战。3000公里意味着俄罗斯从前线到西伯利亚纵深，所有的炼油厂、军用机场、弹药库全部在乌克兰的精准火力覆盖之下，后方再无安全区。不仅如此，乌军还拥有一种兼具喷气动力与无人机灵活性的独特大杀器——圆面包无人机导弹。它能以跨音速的速度狂飙，但成本却远低于传统巡航导弹。很明显，这就是为了让俄军的防空弹药迅速破产。这时候，有观众可能会问，你之前新闻里不是提到有一架乌克兰无人机在莫斯科低空突防时一头撞上了施工吊塔，当场爆炸吗？这不是说明乌军的无人机飞得太烂了？大家不妨先盲猜一下，无人机连几十层高的大楼都能绕过去，为什么偏偏躲不开一座吊塔？是系统卡顿了，还是飞手手抖了？其实答案会让你对乌克兰的精准度产生深深的恐惧，因为他根本没打算躲，也躲不开。这种长程无人机在数百公里的奔袭中是不可能靠人工全程盯着屏幕飞的，他们的航路是提前预设好的，突防高度通常极低，贴着20几层楼，大约70-80米的高度，在高楼之间穿行。他们的导航系统里会提前输入了精密的卫星地图，哪栋楼在什么位置都是固定的， AI 会自动规划路线绕过。但施工吊塔是临时障碍物，今天在这儿，明天就拆了，卫星图上根本没有，地面情报也无法实时更新，无人机没有多余的算力去进行实时避障，它只能按照完美规划的无障碍路线死飞，所以才会一头撞上去。因此，这不仅不是飞得烂，反而从侧面证明乌军的突防路线精准到了厘米级，精准到能贴着莫斯科的楼顶飞。那么，如此庞大复杂的成百上千架无人机群，在夜间低空多路径深入俄境500到1000公里，还要绕过俄军层层布防的雷达网，到底是谁在幕后当总指挥？答案揭晓，那就是来自美国的顶级 AI 黑科技棱镜系统。这套由美国军工巨头帕兰提尔研发的 AI 指挥官，在2025年5月正式秘密交付给乌克兰国防情报总局。在乌军的秘密指挥中心大屏幕上，数百架无人机的实时飞行轨迹宛如人体血管一样蜿蜒移动，
至于棱镜系统的能力，我只能用恐怖降维来形容。首先，无人机的飞行路线没有一条是直线，全部贴着山谷，绕着河流，沿着树林边缘走复杂的 S 型，这绝非人工操控，而是 AI 在起飞前自动将俄军全境所有防空阵地位置、雷达覆盖范围、巡逻规律全部吞噬并计算清楚，为每一架无人机规划出存活率最高的上帝航线。第二，它实现了真正自动化的多机协同蜂群战术。在棱镜的统一调度下，1000架无人机起飞 ，AI 会自动分配任务，一部分低成本无人机和气象气球在前面充当诱饵，疯狂开机吸引俄军雷达和防空导弹开火。一旦俄军铠甲 S1 或道尔防空系统雷达暴露，中程拦截机立刻绕后实施定点清除。最后，真正携带着重磅炸药的凶猛型长城无人机直捣黄龙，炸毁炼油厂，而高空的侦察机则自动进行毁伤评估。第三，前线的乌军操作员根本不需要懂得复杂的飞行特技，他们只需要在地图上用鼠标点击目标，然后点击确认攻击，剩下的航线规划、目标识别、蜂群编队、最终打击全部由 AI 在微秒级别内自动完成。在 AI 指挥官的加持下，乌军无人机的命中率从原先的不足 50%疯狂飙升到了 80% 以上。在5月30日对卢甘斯克和扎波罗热的突袭中，21枚无人机和导弹打击全部精准命中。俄军引以为傲的防空网在 AI 算力面前沦为了筛子。乌军正是用这种战略重炮机型加顶级 AI 大脑的组合，把整个俄罗斯庞大的战略纵深变成了他最沉重的战略负担。总之，在这场人类首次大规模演算法战争的背后，两国的无人机博弈已经进入了最残酷的深水区。乌克兰无人机虽然厉害，但他们是否真的天下无敌？俄罗斯难道就只能坐以待毙吗？各位，我要说一句可能会让很多人感到意外的话，在现代瞬息万变的战场上，单纯的硬件平台数量或者某一款明星武器是绝对无法决定战争最终胜负的。不信，我们把时钟拨回4年前，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初期，全世界都在为土耳其制造的 TB2 无人机拍手叫好。当时它在乌克兰平原上精准猎杀俄军漫长的坦克车队、多管火箭发射车，甚至干掉了山毛榉防空导弹，画面传遍全球。无数人高喊大舰巨炮和装甲洪流的时代终结了。然而到了2026年，甚至到之前的2024年，你们发现没有， TB2 无人机在乌俄战线上几乎彻底绝迹了。为什么？因为俄军迅速调整了战术，他们将重型工业体系转入战时状态，把强大的电子战系统与现代化防空网进行了系统整合。 TB2 那种体型大、速度慢，在中高空飞行的无人机，在整合后的俄军防空网面前，瞬间变成了昂贵且显眼的活靶子。 GPS 信号被盖台，遥控链路被切断，这个残酷的现实点出了国防竞争的3个历史性时代转折。过去平台中心时代，大家比拼钢铁的重量，如坦克装甲、战斗机、大舰巨炮。现在系统中心时代，大家比拼网络化与资料链，如美军 Link 16、神盾战斗系统。未来演算法驱动时代，大家比拼 AI 模型与运算芯片。美国梅文计划、乌军棱镜都是如此。未来的战争是微秒等级的对抗。当敌方上千架无人机以蜂群形态发动超载饱和攻击，或者极音速导弹以5马赫以上的速度劈头砸来时，如果你还要经过人类参谋作业、层层上报、长官签字盖章，等你的指令下达，你的指挥所早就被敌人火力化为灰烬了。未来的国防比的就是谁的机器学习模型能更快从杂讯中抓出危险，谁的演算法能以最低成本、最高胜率找出反制手段。这就是演算法战争的真谛。像如今全球2大军事强权美国与中国，早就把战场延伸到了芯片与代码的无形世界。美国不仅有 JDACR， 早在2017年就启动了梅文计划，用电脑视觉演算法在海量监控录影中自动识别目标，选择最佳射手。其曾在2024年初的中东行动中，美军高层就公开承认，他们利用 AI 演算法在短短几秒内自动标定了数十个敌军目标，证实了 AI 已经正式进入了杀伤链的核心。而对岸更是不甘示弱，明确将未来定性为智能化战争。在近期演训中，他们已经亮出了成体系的智能反无人机部队。他们不单靠锆石炮，而是配备了搭载 AI 边缘运算芯片的便携式电磁干扰枪与自动化激光地强能武器，其运作逻辑令人心惊。只要敌方无人机一出现，系统的 AI 演算法可以在 0.1 秒内自动识别型号、频段、轨迹，动态调整干扰频率，甚至在不切断信号的情况下，直接利用漏洞劫持无人机的控制权，使其倒戈或者坠毁。
所以回头来看这场俄乌战争，乌克兰的厉害在于一巧破局。他们用最高弹性的 AI 技术创新、低成本的民用技术整合，以及棱镜系统的神级路线编排，用一种小刀割肉的方式把战火烧回俄罗斯本土。他们密集的远程轰炸已经导致俄罗斯整体的石油精炼能力在近几个月内骤降了近10%，逼得俄罗斯不得不将前线原本紧缺的防空系统撤回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导致前线防空网出现大量漏洞，直接削弱了克里姆林宫的财政与军事根基。现在全球已有近20个国家挥舞着支票，疯狂抢购乌克兰的无人机和实战算法，连美国军方都眼红乌克兰只要$3000的防空截击无人机，紧急采购去部署在中东基地，用来拦截对手的自杀式无人机，免得每次都要发射数百万美元一枚的爱国者导弹。而俄罗斯的强大在于以力压人，一旦它的重工业机器彻底适应节奏，就能用恐怖的流水线产能制造出成千上万军规级标准化的无人机进行纯消耗战。但这正是让我这个坚定的乌克兰支持者感到兴奋与激动的地方，因为乌克兰展现出了传统大国根本不具备的恐怖的自主研发能力与地缘战略捆绑手腕。当初乌克兰通过无人协议，不仅回笼了100亿美元的宝贵外汇，反哺本国军工，更通过技术输出牢牢把美欧乃至中东盟友的战略利益死死捆绑在自己的战车上。这场智能化无人机大战的枪声早已超越了俄乌战场的边界，它用滚滚的浓烟和冲天的火光向全世界昭示了一个残酷而真理的现实：未来的战争拼的不再是谁的坦克更厚，也不再是谁的传统炮弹更多，而是谁的 AI 更聪明，谁的无人机更具性价比，谁的技术迭代能跑赢时间的沙漏。乌克兰正在用烈火与代码在莫斯科的夜空上一笔一画地写下属于这一个世纪的战争新铁律。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也支持乌克兰，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加油，下期不见不散。